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基础指甲公开课第1季第9集。这里我们要来谈功能层。这个影片的大纲在荧幕的右手边，超多内容的。那在第1季的规划里面，我们是假设这是一个新的客人，然后我们借由帮新客人服务的流程，去了解基础指甲在做哪一些事情。前面已经上过了非常多的课程，那么这一集进到了功能层，后面还有3集，各位千万不要漏接哦。功能层矫正型凝胶主体，你宝贝做的是矫正型的凝胶。那我们的基础架构它包含了底层胶，或是一个地基啊，然后再来是调整层，那是用来调整形状用的。之后呢，就进到功能层，功能层里面是负责做各种功能的，它包含了有颜色层、有保护层、有矫正层，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上层凝胶。在地基的部分，底层胶带是1层，调整层也是1层，功能层比较不一样。坊间的功能层可能只做1到2层，但是在你宝贝这边呢，我们的功能层可能会高达3层到8层左右。另外，上层胶的部分也可以选择亮面或雾面，基本上它也是1层而已。那么我们刚好特别提到功能层有包含的颜色层，那颜色层第2季再来讲，先讲基本的就好。功能层凝胶的种类，功能层的凝胶有很多种，为了配合一般市场的需求，颜色胶通常都是软胶，透明胶呢才有分。那在你宝贝通常功能层的透明胶，我们都采用硬式的不可卸式，也就是不可泡卸甲水去卸除的凝胶来当功能层。那么它的材质跟配方有非常多的变化，从软到硬从弹性到没弹性，变化非常的多。下面举几个大方向来稍微介绍一下。高硬度凝胶维持形状，一开始我们就来谈高硬度凝胶，那就是真正的无敌硬式非常硬，而且是不可卸式的凝胶。因为硬度很高，所以它不容易变形，会卡在那边维持一个固定的形状。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配合了矫正层的凝胶，再配合我们刚才矫正时候调整的形状的话，特别适合用来维持指甲的形状所以这是我们改变指甲形状也很重要的一环。高硬度凝胶，高韧度凝胶，抵抗凹折。比较高韧度的凝胶是最近这几年的新材质，这几年慢慢追寻奈米化嘛，所以逐渐会有分子非常细小的树脂原料。这些原料在照在硬化之后，分子跟分子之间的结合度会非常的稳定，所以它们对外力会有更高的韧度，可以去抵抗来自于指甲的凹折。高韧度凝胶也是这几年比较贵的材质之一，因为赶上了奈米材质的风潮，所以有些胶价格非常的惊人和之前的凝胶有一段很大的落差。高软度凝胶吸收撞击，我们这边所说的高软度凝胶，它是软式，可是它还是属于不可卸式的凝胶它比我们一般不可卸式的凝胶来得软，藉由富有弹性的特性去吸收表面的撞击。这层胶比较容易涂在比较靠近上层胶的一个位置，去吸收来自表面撞到敲到这一些的破坏。它有点像是用一个海绵，用一个弹簧去吸收外力不要让你的指甲裂开来。高粘稠凝胶建立弧度。高粘稠凝胶它的质地比较特别，它在还没有照灯之前就是很勾、很黏的，因为它很粘稠，所以涂到指甲上面就不容易随便的化开来。这种胶特别可以依据需求去填补形状，尤其是在对于飞甲或指甲凹洞上面非常的有效。我们常常拿这种胶来建立指甲的弧度，所以在指甲矫正的范围里面呢，高粘稠度的凝胶是我们调整指甲弧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进阶涂胶里面非常需要学到的一个技巧。高浓稠度的胶在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甚至还有浓稠到像水晶指甲一样浓的胶，算是最近的新宠儿。那如果说你的指甲状况不是那么好，可能在我们这边也会被用到结合用凝胶，结合材质。有一些凝胶是为了结合其他凝胶而产生的，我们会选用材质偏软硬度偏中性的凝胶材质。那它在照灯前质地是比较稀水的，那么它里面有些成分比较特别，照灯会使凝胶变硬的那个成分特别的多，比一般凝胶都来得多。
所以它比较可以去结合不同的凝胶，把不同质地的凝胶都合在一起，紧紧的拉在一块。虽然它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重要，但是这个是结合不同质地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介值，不得不注意啊。功能层的组成结构，功能层基本上是夹在底层胶、调整层以及上层胶的中间的。在初阶来说，如果为了调整形状的话呢，我们会在结合胶的中间加上高粘稠的凝胶。那么如果说是为了保护指甲不容易被破坏或折到的话，我们会用高硬度的凝胶，也是一样夹在结合胶的中间。那么如果说是为了防撞的话呢，好，我们会先涂个结合胶之后，涂个高韧度，然后再涂个结合胶，再涂个高软度，这样子比较多层的一个层次。这一部分是属于比较初阶的涂法，进到进阶的话，哇，那就复杂多了。像我们在做的基本矫正指甲，可能就有分这么多层，像用了高软度、高粘稠度跟高韧度去做复合式的指甲。面对于飞甲也是一样啊，飞甲的调整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会把高硬度的材质做的比较厚哈，去压住指甲起飞的部分。如果今天客户做比较粗重的工作，指甲常常被凹折到的话，我们也会用更复杂的材质去做处理。像这个材质就是底层比较软，然后再加韧度层，再加高硬度层啊，去做非常复杂复合式的结构。这些结构都需要根据使用者的需求、使用者的状况去做弹性的改变，它不是一定的哦，不要记下来就照着用。功能层的涂胶，功能层的涂胶呢，跟其他层基本上是一样的，在指甲的1/3处下笔，再慢慢的涂到指甲的边缘。要注意的事情是，凝胶不可以涂到指缘，必须要间隔指缘2到3个头发的宽度。另外，指尖需要认真的包边。我们在前面的底胶有讲过怎么涂，如果各位没有跟到的话，赶快点击右上方的链接，或者是看我们说明栏的链接，第6集底胶内容里面有好好讲该怎么涂胶。建立指甲弧度的示范，大多数来我们这边的人，他的真指甲表面并不完备，所以我们会用凝胶去做出一个弧度的甲面，去补它的手法呢，我们叫做补胶手法。那么它的目的也是要在指甲中间做出一个制高点，让我们的横切面或纵切面看起来都是个完美的抛物线。好了，我们做出来的指甲又有保护力，又耐撞，又耐折，又可以调整指甲的形状。这个补胶的动作呢，最基础的该怎么补，我们就去现场请 Peggy 示范一下。因为我们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指甲的状况，去把不足的地方补足。那什么叫做不足的地方呢？不足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一些凹槽或者是飞或是翘的地方，我们要选择适合的胶体，好来帮它做补足。至于要选什么样的胶体，老实说，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还有职业也不同，所以选择也会不同。这必须要很多年的专业呢，你才会知道。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现在上面的真指甲，大家可以看到，它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没有这么完美的地方。这边也很明显，对不对？总是会有一些小瑕疵。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修补的动作。我们把胶体取上来之后，放在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动作尽量慢，然后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被我刚刚补的那个胶，好，然后去针对它的状况去修补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好，这边也是，对不对？有一个小小的凹槽，我们来针对这个凹槽做一个修补。这个动作要非常的轻柔哦，不能够用力哦。好，那我就做补一半而已，这样可以让大家看到两边的差异性。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凹槽，做一个修补。好，还有一点点不够完美的地方，我们再把它补得更完美。那不要急，有时候呢没有办法一次补到位，不要急。有些人就会突然拿一大堆的胶往上涂，这是不对的哦。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半部，可以看到该有的一个弧度，跟旁边的这个凹槽，我们都把它补得几近完美。当然，我们不敢说最完美，因为等一下还是会有一个修磨的动作。这一边可以吗？我们有一条线哈，我在补一半。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没有补呢，状况如何？哇，可以看到这边的缺陷就非常的多了。好，然后这边有没有还有小瑕疵？好，那我们再看一次侧边，可以看到两边的差异性。然后这边呢，从这边看起来它的弧度是很完美，有一个漂亮的制高点，这样在做撞击的时候，指甲才不会整面翻起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还没有做的，它没有什么制高点。然后呢，这边侧边呢也不完美。好，这个就是两者的差异性。好，那我们来照灯，再多做一指。那我们呢？然后大家可以这样看得到，中指这边更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有一个小瑕疵，就是这个地方。好，往上翘。好，那我们一样做一半，来看看怎么把弧度补齐。好，看到侧边的瑕疵比较多，有没有？有一个小凹槽，一样把它补上去啊！不要紧张哦，慢慢的。有时候呢，客人的凹槽比较严重啊，也不要急，慢慢的把它补上去。把胶拉到最完美，然后顺便把刚刚让它凹的指甲呢，弧度也做出来。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把它做到最完美的状态啊！不要想说很心急哦，一次就要补到很到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没有这么厉害的事。好，那可以看到，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样也是一半，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漂亮的弧度，可以吗？漂亮的弧度，很漂亮。好，我们转过来。这一半有凹槽，有看到差异性吗？有。好，那我们就大家回去试试看咯。好，谢谢。结语：不同状况结构不同，凝胶的结构会因为4大因素而改变。第一个是指甲一开始的形状，再来最重要的是客户的目的啊。然后呢，会因为客户的目的而有不同的阶段目标。另外，我们也要参考客户破坏指甲的方式来改变凝胶指甲的结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在初阶来说呢，功能层比较基础，可能就只用单用同一个材质去达到一个目标就好了。但是在进阶里面呢，我们的功能层就会变得很复杂，有很多目标要去分步达成。在往后的第2季、第3季啊，或者是现场的教学里面，我们会一步啊，更深入的和大家探讨该怎么处理复杂的功能层。你宝贝指甲公开课，我们在前面上过了好多课程，而今天进入功能层。下一集我们要来讲指甲矫正里面最重要、最困难、最头大也最有效果的那一个步骤，那就是修磨啊。修磨之后还有2集，然后这个系列第1季就得结束了，哇！所以啊，如果说不想要漏接我们后面更进阶的内容的话，请按赞、订阅小铃铛，追踪起我们哦。大家拜拜。